你相信农村老人为了躲避火化会提前自杀吗？上一任村长老王死了老伴儿，就在儿子即将竞选村长的时候，镇长却找上门来，推行一个政策的最好办法就是树典型。怎么普及火葬？老村长这儿不是有个现成的机会吗？镇长打开广播，也不多废话，听听这政策，你儿子还想不想当下一任村长了？完了就戴上小高帽离开了，徒留村长父子二人坐那儿细琢磨。本来风风光光的大葬被一把火淹没，儿子跪在灵前哭得抬不起头来，老村长在屋里沉着脸叹气。现任村长揣着兜大摇大摆的进来，象征性的鞠了几个躬就进屋讽刺，往那儿一戳，说了俩字儿：喜丧。还看着老太太照片，阴阳怪气的扔下一句话：老嫂子死得值啊！屋里的茬还没找完，镇长就到了。他没有利益冲突，规规矩矩的脱帽鞠躬，然后送上表扬信。瞧瞧老干部觉悟多高，你儿子这村长是当定了。紧接着，在全村的注视下，一辆面包车披着黑纱，带着大大的电，摇摇晃晃的出殡了。但谁都不知道，事情的真相远不止如此。晚上夜深人静，老村长带着儿子跑荒郊野外烧纸。原来白天烧的是他买来的尸体，真正的老伴儿还在棺材里躺着呢。儿子哼哼唧唧的一脸埋怨，把自己亲娘埋荒地，白天跪陌生的尸体，又憋屈又不孝，就为个村长值吗？老王却训着儿子没出息，你不做表率，谁看得见你？为了补偿老伴儿，老王赶紧再多烧一些纸钱。父子俩正吵着，突然旁边响起一阵敲门声，把俩人吓一跳。这么偏僻的地方，哪来的门可敲？再细听，好像是从棺材那边传过来的。父子声都发颤了，反正就是诈尸也是自家人，不怕，手拉着手靠过去开了棺材，然后被吓得直接坐地上。儿啊，我饿。老娘活了，趁天黑把人背回家。老太太化着死人妆，啃着馒头就着水，总算缓过来了，还不忘回话：没事吧？没事。老娘没事儿，儿子可高兴坏了，但一旁的老王却愁眉不展，怎么办呢？葬礼已经办完了，表扬信也领了，到嘴的鸭子能让它飞了吗？不，老头就算生吃也得给他咽下去。他让儿子坚持到村长选举结束。俩人正说着，又有敲门声响起，这回是自家大门。老王开门一看，是卖尸体的小混混。为避免这人声张，老王还是给人请进屋了。结果没想到，人往椅子上一坐，手一比划，来要钱的。老王边讨价还价，边把人往外轰。结果好死不死，老伴在里屋的一声咳嗽让他听见了。父子俩赶忙搪塞过去。老王这价钱也没还多少，但经此一变，他让儿子先把老伴扶厢房去，被发现就麻烦了。可是厢房实际上就是一间小杂货间，潮湿不透风。老太太每天吃饭的时候都会轻声询问一句：你选举的日子是在明天吗？老太太这边受苦，老头那边还面临考验。现任村长找人挖坟，还拦住了他。老王一脸愤怒，人倒是镇定的很。你打开棺材，你会后悔的，你信不？现村长居高临下，有恃无恐。卖尸体的混混都告诉我了，老哥你玩的挺高级呀。今天王老太要不在这个棺材里，我这个村长我就不当了。在厢房的老太太当然不在这儿，她被打脸了。老王又顺利度过一劫。第二天傍晚的时候，父子俩吃饭，儿子实在心疼老娘，去厢房搬人。老王感念也有些对不住老伴儿，他坐在桌前，听到身后门响，不由得开始道歉。你在那边委屈你了，别怨我。你好好的，以后家里的麻烦事儿，我还得让你多帮帮忙啊。老高，你咋来了呢？感情这县村长自从挖坟之后，做了一整晚的噩梦。为避免老嫂子天天夜里来找自己，他带了独栋庭院过来孝敬，打算明天再送对丫鬟过来，以免嫂子地底下寂寞。老王赶不走人，坐旁边急得抓耳挠腮。县村长说的兴起，还给老嫂子倒了杯酒，然后门又响了。惊不惊喜，意不意外？这回不用隔空跟嫂子说话了，他直接被闭麦了，在小厢房独自扑腾。一家三口坐在饭桌前，怎么办？老王喝了口闷酒，明天就是大选，临了露馅儿了。他看向老伴儿，埋怨起来，说你也是，这跟我娘有啥关系？你说你要土葬，我们费了多大的劲为了埋你，富贵这村长。儿子既不想当村长，也不愿意亲娘受苦，父子俩争吵起来。老王将酒重重地摔在桌上，中间的老太太一言不发。她默默地举起筷子，夹了2口凉透的菜，细细咀嚼片刻，收起了3人碗筷，缓慢起身进了厨房。被绑着的县村长挣脱绳索跑掉了，很快带了人批斗老王，拿着表扬信耀武扬威。可是很快搜索的人就发现老太太真的没了，丧钟起。没过多久，在这个偏远的村庄，老王的妻子还是没有逃避火化的命运。
唯一的不同就是寂静的路上多了一只凝视前方的驴。这部短片名为《吉日安葬》，是根据社会新闻改编。安徽桐城90岁老人未获土葬，在强令火葬期限前自杀未果。丧葬话题可谓是中国最古老、最不可明说的话题。由于土地改革，有些农村老人会选择在制度实施前死亡，他们一生劳苦，死后享受在一个风雨不透的房子，就是棺材。传统的思想习惯与强制实行的新思想，在这些人中又该如何取舍？可是新旧差别又何时展现在丧葬？父亲为儿子安排的道路，并未获得儿子的完全认可，父母为孩子安排一切的传统观念同样遭到质疑。但影片又并非一味在新旧矛盾上大做文章，它更加直击人心。当利益掺染其中，人们做出的选择从来都与新旧无关。而影片中不停出现的驴，则是致敬了法国大师罗伯特·布列松的作品《驴子巴特萨》，以一双驴的眼睛冷冷地注视着这个世界，静静看着人们是如何偏执地为利益奔走，而感情又是如何变了质。正如某瓣热评中的一句话：生者丢了灵魂，死者丢了肉体。我是焦岩，咱们下期再见。